气体源流。我只是个小人物，守护不了整个世界。我只想守护我想守护的人就够了。因果、命数，一个一个的，好像能把这天下风景尽收眼底。狗屁我不信！啊！啊！我已经失去了召唤，你不能再失去冯宝宝。我只要这眼前的风景，就这一片！啊！八戒！人的风景不过如此，装什么委屈，悟什么道？道只有眼前这一条。前路上，你左顾右盼，其实是贪生怕死。你看得见前路上有人等你吗？而且，你守了我这么多年，接下来换我守护你！术是尽头，无道不孤。谢谢你们。我们跌落在这个世界的第几个维度？宝姐，
东西有点大，大家使出本事来把它留下来。得嘞。拖个车。火车，王爷。 进度。在衣服厅，王爷。哎，晚上好。哦。武当王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阿莲。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？这你朋友啊？哦，这个事很复杂，以后再跟你们说。你也跟我过来。哦。哦，别走了，跟着我。什么情况？小心啊，那个人就藏在这里。人？哪有人啊？不是，你说的那个人在哪儿啊？确定那是人吗？那看来你们哪儿都通，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啊。至少对这个碧游村，你们是一无所知啊。 嗯，宝儿姐，你干嘛去？快回来！这个娃娃好像在动。那娃娃没有动，你先回来说对了。看错了，哎，咱们可以收工了。怕什么呀？我不怕。哎，我怕什么？松开！不是，有什么好怕的呀你？我又不怕。真的没毒。找到你了。人！这帮家伙把我的如花给毁了。 讲出来。这东西是活的啊！活的？可以说是活的，也可以说不是。这些都是被赋予了运气能力的法器。老王，你也跟瓦先锋打过交道了？何止是打过交道，就是他把我给请过来的。 怪不得打不死啊！能把傀儡木偶做到这个程度，这个人的手段也可以算是可圈可点了。嘿嘿，做的还挺像。哇！他们居然动了！谁动了？
这后面。啊！什么情况？哎呦我去！刚研究到最关键的部分就被你们打断了。老秦，程楚岚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秦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发消息也不回，太粗鲁了吧！你这位朋友好像很了解这些东西啊。他们不是东西，他们有名字，叫如花。不要在村子里面乱走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奇怪了，这个朱可清跟我之前认识的好像不太一样。这么几天就能控制如花了，他和马先红在密谋什么？马村长，不会把人给练没了吧？这只是半成品，离真正完美的修身炉还差得远。不过，这已经足够让刘当得到他想要的了。说实话，虽然看到了不少奇怪的东西，不过那个时候，我对马先红的话基本上一个字儿都不信。直到我再次看到从炉子里走出来的他。嚯！与刚才跟我交手时候的状态太不一样了，这就是修身炉的威力吗？从他的身上，我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气。没想到修身炉竟然真能把一个根本没有气感的普通人变成了异人。
我想我好像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里有那么多普通人追随马先红。他们对马先红的期待，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修身炉，把自己转化成艺人。一个普通人不用经过任何修炼就可以被赋予气，这个世界岂不是乱套了？这个修身炉在哪儿啊？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？看不到啊。说实话，遇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找那个修身炉，整条山路来来回回跑了一整天，还是白搭，根本找不到。又是机关术。如果真是普通的机关术，那就好办了。这种手段是8奇技之一，世间神机术的极致，神机百炼。你们不用担心刘当，我已经让他回去休息了。我敬你们一杯。我这不大能喝呀，随意。进村以来，聊了太多我自己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多了解这个村子。你们看到的修身炉，还有那些如花，这都是我的造物，这就是神机百炼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。如果二位肯留下来帮我，你们不仅可以使用这里所有的造物，就连神机百炼，我也一并交给你们。那当然，前提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。马村长，你这也太大方了吧！这可是8奇技之一啊，天下艺人求之不得的手段，你说通就行。手段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果能用神机百炼换来二位的帮助，那我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。有什么不可呢？这样吧，我们考虑考虑，明儿给你答复。我能看得出来，马先红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老青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尝试过把老青带走。就算要走，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吧？别磨叽，赶紧的。这帮人要是一犯浑，挖个坑把咱俩都给埋了，别人永远别想找到咱俩。老青，你不对劲儿啊！我在想，这马村长把我们找来，至少从艺人演武大会就注意到我们了，所以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秦老弟、王老弟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儿啊？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呀！你早就发现他们了。既然他对我们有所图，又怎么会轻易放我们离开呢？二位就算不打算留下来，跟我明说就行了。这么不辞而别，瞧不起我吗？明说你就能放我们走吗？你们走不走我是无所谓，可我身后的这群朋友觉得，在艺人演武大会上大放异彩的2位朋友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领教领教，那就太亏了。唉，就知道你们没憋什么好屁。好快！中宫我定了。
二位小心了。刀砍断了风。老青！没有在正确的工位上强行使用这种水平的组合车。秦老弟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不要转身，转身意味着你要正式跟我开战。直说吧，比起你的武侯奇门，我更感兴趣的是王野在一人演武大会上击败你的手段。不过我必须说明一点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你们说谎。我确实想让你们加入，成为这个村子的一员。我的神机百炼和王野的丰厚奇门，你都可以得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静观其变。万一王野能创造奇迹，把我们都打败了，也说不定。老金这是被挟制了吗？已经镇住了5个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先解决一个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居然以一己之力制住了6位高手。不过看来你已经很吃力了。乱金头！老秦，快走！我已经撑不住了是吧？老王啊，你有今天。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护身法器。干嘛？是不是有一瞬间，以为我要砍了你？老王，找人救我也好，或是替我报仇也罢，那都是你逃出升天之后的事情。你也不用觉得欠我什么，我也挺喜欢你这个人的，因为你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。你这个人做事时，总是喜欢先替别人考虑。训字和我相性最合，不必战功也能威力全开。住手！老秦！是你！我这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先为自己着想的。抱歉啊，老青，看来要辜负你的好意了。唉。
真要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再丢下你跑也不是不行。不过现在还不是不至于嘛。马先红，你丫赢了，放老青下山，我留下。你要的东西我给你，放心，假不了，包教包会。老王，你王爷，我没有赢，赢的是你们。王老弟，你赢得了一个可以倾心相交的朋友。青老弟，赢得了碧游村上下的尊重。第一次打电话我就跟你说了，你的封号奇门是正统传承，所以我当你是自己人。赢了，让我输了的，要买单啊？不能够啊！这小子明明长了一张奸人脸，竟然害我输钱。马先红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人在面临重大抉择时，才会露出真面目。我需要二位的帮助，总要亲自体验一下二位的人性。尤其是青老弟，让人格外感动啊！我现在依然想让二位留下来，但二位好像自始至终都不大喜欢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个人从来不强迫别人。你们要下山就请自便。记住，碧游村永远欢迎你们。唉，算了，走吧，老青。老青，累死了。老王啊，我可能还会在这里歇几天。老青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？不管这个马先红是好是歹，这里都是个是非之地。他这个人，他怎样，他想做什么都和我没关系。我说过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我自己。老青这个人你也知道，他决定的事情，8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对那个马村长很不放心，为了看清他，当时我就进入了内境。时的情形一样，但是马先红不应该这么严重，绝不应该。马村长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收手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跟王爷再聊两句。王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狂妄偏执，所图者太大，会给异人世界带来灾难，成不了。有志者事竟成。我不是讥讽你。狂妄之人若能达官之命，未尝不能获得幸福。我不信你。即使会殃及身边的人，也没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所以碧游村向来来去自由，但就算只剩我一人，我也会继续下去。你和我遇到的另一个人很像，都置身于巨大的漩涡中心。你们又有所不同，
你所图者牵连太广，危害太大，而另一个人的走向，到现在我还看不懂。你若不收手，今天就在这儿废了你。大王，够了，不要再擅自改变别人命运了，你没那个资格。 欢迎随时回来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看好红姨。哎，木太，别追了。 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凶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 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 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遗言没有？ 这么不惊吓，木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，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。 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
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落马湖是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城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衣，像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。
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歹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罗仁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
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，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。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，可我没想到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骆小道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。说什么？叶青，终于抓住了。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生命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吗？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，
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都在霍从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记同一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姨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，红姨。来啦！我这个，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姨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儿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，
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在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岑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
柳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。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柳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柳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天庭。